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。提到孙策，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青春热血、敢打敢拼，但是没什么脑子的形象，就跟一些热血类日漫的男主差不多。其实这样的形象和真实的孙策相差甚远。非要拿日漫角色类比的话，夜神月的形象是比较贴合孙策的。这两人的共同点是长得帅、野心大、智商超高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不同点则是夜神月这个人太阴间，而且一点底线都没有。孙策则是个很阳间的人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孙策长得非常俊美，而且特别喜欢说笑话，一张嘴就能让人笑哭。而且他是有底线的，虽然也不怎么高就是了。在不二将看来，孙策的形象大概是这样的。故事要从孙策的老爹孙坚说起。大家都知道孙坚是个猛将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好男人。孙坚出生于地方小豪强家庭，这哥们儿特别能打，靠着军功17岁就当上了县城，相当于副县长。这下算是解决车房问题了。车房有了，爱情还会远吗？孙坚看上了一个姓吴的大小姐，但那个时代大户人家看不起出身低的人，也看不起武人。孙坚两样全占了，所以吴家人对孙坚的态度很明确，鸡子儿下山滚蛋。这一下孙坚怒了，论家世我不如你，论打架你他妈试试。这时候吴小姐站了出来，她对家人说道，大家千万别为了我这个小女子惹祸上身，如果她真的对我不好，那也是我的命啊。就这样，吴小姐嫁给了孙坚。公元175年，他们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角孙策出生了。孙策小时候应该是挺幸福的，因为他爸爸真的是一个好男人。受演义影响，大多数人都以为孙坚是一方诸侯。其实孙坚终身都是一个打工人，他的老板是袁术，这位老板是个典型的黑心老板。孙坚作为袁术部下业务最好的员工，一直996不说，没事还被扣工资。孙坚和董卓作战时，因为打得太猛，袁术怕他单干，就扣了孙坚的粮草。孙坚连夜骑自行车回去找到袁术，好说歹说才让袁术恢复了粮草供应。后来孙坚攻入洛阳，在这里找到了玉玺。袁老板知道后，立刻把吴小姐抓了起来，告诉孙坚，想要你老婆就拿玉玺来换。孙坚表示，我当然是选老婆了。就这样，玉玺落到了袁术手里，可见孙坚真的是个爱老婆顾家庭的好男人。遗憾的是，公元191年，孙坚在完成袁术派给他的艰巨工作，攻打刘表时，因为大意被刘表部下黄祖的士兵射杀。下面就请我们的主角孙策正式登场吧。此时的孙策只有16岁，正好处于中二病晚期。然而孙策却一点都不中二，因为9岁开始，孙坚就一直外出打仗，把一大家子留在后方。孙策作为长子，肯定不能闲着，从小就得帮妈妈处理家务，还得照顾好几个弟弟妹妹。这样的经历让孙策相当早熟。得知父亲死讯后，他只是默默收葬了父亲，随后带着家人来到广陵郡的江都居住。虽然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孙策却已经在内心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刘表、黄祖，还有那个抓过我妈妈把我爸爸压榨到死的袁术，你们等着，老子一定要牛起来，总有一天要你们好看。就这样，过早的成熟以及复仇的种子，让孙策拥有了与年龄完全不匹配的胆量和雄心，而这些正是他最终成功的关键。不过这时候的孙策毕竟太年轻，该怎么发展他拿不定主意，于是他决定虚心求教。当时广陵有个叫张宏的名士正在给母亲服丧，孙策当然知道这时候跑去找人家很不礼貌，但不趁人家在家，以后可能就找不到了。于是他厚着脸皮连续几次跑去求见张宏。张宏被烦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只好接见了孙策。对着张宏，孙策表示自己有伟大的理想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实际操作，求张叔叔您给指个路吧。张宏表示不行，我懂个屁呀，你还是另找他人吧。
孙策一看张叔叔不肯回答，直接开始撒泼打滚，眼泪鼻涕溅了张红一身。看着眼前这个貌似很不靠谱却有着一股执着劲的小屁孩，张红被打动了。他表示，你爸爸干了这么多年，名声还挺大的，现在你继承了这个名声，要好好利用起来，想办法搞到兵马，统一荆州、扬州，报仇雪恨。接下来你可以消灭那些割据诸侯，重振汉室，功业直追齐桓公。这样吧，等你干起来，我就带着我那些哥们去投奔你，怎么样？孙策听后大喜，表示太好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现在就去努力，我老妈和家人就拜托你来照顾了，拜拜。孙策跑远后，张红这才反应过来，靠，谁他妈答应你照顾你全家了？孙策离开后就跑去找袁术了。如果有其他选择，他是真心不愿意去找这个黑心老板，可他爸爸的部下和军队都在袁术手里，没办法。见到袁术后，孙策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表示我爸爸给您看了一辈子，命都干没了，您能不能行行好，把他的部下和军队还给我？袁术表示，你爸爸给我打工，那他的一切就都该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啊？不过我袁术是个重感情的人，这样吧，你舅舅在我手下当丹阳太守，你去找他想想办法吧。孙策的舅舅叫吴景，是孙策他妈的弟弟，一开始跟着姐夫孙坚，孙坚死后，他连同孙坚的其他部下一起归了袁术。孙策没办法，只好去丹阳找他舅舅。吴景一看外甥找自己要兵，当然想好好表现一下，奈何办事能力比较差，费了半天劲，最后只招到了几百人。那能怎么办呢？几百人就几百人吧。然而就这几百人，孙策都没能带回去。半路上，他被一个叫做祖囊的土匪给截住了。就他妈的你叫孙策？按一帮人的想法，孙策这么牛逼，按游戏数值，统帅武力都能上个90啊，还怕一个土匪吗？然而事实是，孙策被打得全军覆没，本人都差点挂了。有这样的结果是正常的，毕竟孙策就几百人，还没训练，而且这是他第一次打仗，没经验。所以说千万不要用游戏思维去看待历史，一个人再牛，他也需要成长，也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。事业起步阶段就混得这么惨，换成别人说不定得拿薯片割腕，用豆腐撞死了。但孙策显然不会，他具备成大事者的必备技能，脸皮厚。死里逃生后，被打得满头包的孙策又厚着脸皮跑去找袁术了。袁术一看孙策的狼狈样，心想，这样的废材，给他兵他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，不如赚个名声吧。结果他真就把孙坚的部下和士兵给孙策了。虽说经过袁术的克扣后，孙策得到的士兵只有1000多人，但他爸爸的那一堆老部下，像什么程普、韩当、黄盖这些人，才是真的无价之宝啊！孙策大喜，终于我的事业可以开始了。有了士兵后，孙策很快就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才能。袁术这才对孙策刮目相看，他感叹道，要是我有孙策这样的儿子，哪怕现在死了都能闭眼了。有一次，孙策麾下一个骑兵畏罪逃入袁术军营，孙策知道后，派人直接闯入袁术军营，把他给剁了。爽是爽了，袁术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于是孙策亲自去跟袁术道歉，袁术笑道，这样的叛徒杀就杀了，道什么歉？三国志写这段是为了体现孙策的厉害，但我觉得吧，这是其实也体现了袁术的风度。毕竟能够一度成为汉末纸面实力最强大的诸侯，袁术肯定也是有过人之处的。然而袁术一度那么强，最后却迅速败亡，他的缺点自然也是非常明显的，比如他的屁股可能是长在嘴上的，说话等于放屁。袁术曾经许诺让孙策担任九江太守，后来却反悔了。之后袁术向庐江太守陆康讨要军粮，陆康不给，袁术大怒，让孙策去揍陆康。孙策曾经求见陆康，陆康摆谱不见，孙策心里也憋着火了，你这老小子，看我下次不整死你。于是孙策欣然答应。为了激励孙策，袁术又开始画大饼。策啊，上次的事是袁术是错了，你放心，这次你要是能拿下庐江，我肯定让你当庐江太守。孙策心想，虽然这老小子屁股长在嘴上，但也不能连续2次反悔了。于是他鼓足了劲，率军前往进攻。这时候孙策手里还是只有他爸爸留下的1000多军队，
要打下庐江简直是地狱难度。陆康吃准了孙策人太少，无力攻城，于是率军在城内死守。按理说孙策应该是没什么办法了，然而为了前途，他决定拼了，哪怕不择手段也要取得成功。于是孙策以难以想象的惊人耐心开始了围城，这一围就是2年。在此期间，陆康全族100多人，饿死了将近一半。陆康家族都这样了，那士兵和百姓得惨成什么样，还用多说吗？然而从始至终，孙策就这么冷冷地在城外看着，全然不顾城内不断发生的惨剧。2年后，孙策终于攻破城池，并拿下了庐江郡。1个月后，陆康在绝望中死去。在被围城前，陆康把他从小带大、年仅11岁的从孙送了出去。这个孩子的名字叫陆逊。虽说孙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，才拿下了庐江，最终却只证明了一个事实：袁术的屁股确实长在嘴上。他又反悔了，依然没把庐江给孙策。这一下，孙策对袁术彻底绝望了，内心对袁术的恨也越来越浓烈。袁术，你给我记着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，总有一天你要付出代价。在孙策围困庐江的2年中，袁术在另一条战线也遇到了大麻烦。公元194年，朝廷任命汉室宗亲刘繇为扬州刺史。此时，扬州被袁术和各种地方势力割据，刘繇无从下手，只能待在江北。然而，一向自大的袁术却没事找事，他觉得刘繇怪可怜的，不如帮帮他，让他替我干活吧。于是，袁术派吴景迎接刘繇，把他安置到吴郡的曲阿县。没想到，刘繇安顿好后，很快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，随后就翻脸不认人，一口气把吴景打出了丹阳郡。这一下，袁术彻底怒了，这是给你骨头，反被咬成狂犬病啊！做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？于是他命令吴景猛攻刘繇，但是吴景的能力大家都懂的，给外甥招人都只能招几百，你让他干刘繇也太强人所难了吧。就这样，孙策打了庐江2年，吴景也打了刘繇2年，结果孙策把庐江整个啃了下来，吴景却连刘繇一根毛都没啃掉。而且在此期间，徐州的薛礼和泽荣率军南下，屯兵秣陵，尊刘繇为盟主，刘繇的实力反而变得更强了。面对如此局面，袁术算是彻底麻爪了。正当他焦头烂额之时，孙策又一次笑嘻嘻找到袁术，告诉他：袁叔叔，别上火，只要您让我去搞定刘繇算个屁，搞定江东不费力。袁术其实也知道孙策心里恨他，但他觉得江东那么多割据势力，碎得跟玻璃渣一样，哪是那么好平定的，让这小子去，等他跟江东势力打得2败俱伤，我再出手，岂不美哉？于是袁术欣然同意，任命孙策为折冲校尉。此时孙策手里依然只有他爹留下的那1000多人，就这么点儿人，打个庐江都得2年，想要打下江东，简直比不二将说好普通话都难。然而孙策并不慌，他知道自己有秘密武器，那就是他爸爸征战多年积攒的名气，这是一笔无形的遗产。果然，孙策带着1000多人出发，一路之上不断有人赶来投奔。到达溧阳时，军队已经发展到5、6千人。随后，孙策又写信给自己的发小周瑜，让他过来帮帮场子。周瑜二话不说，立刻带着500士兵，外加战船、粮草、军械，星夜赶来。孙策大喜，他握住周瑜的手，说道：“哎呀妈呀，我得到你，这事妥了。现在启家资源已经到手，江东之旅正式起航。”说起孙策平定江东之战，史书记载只能用一团乱麻来形容。为了给大家讲清楚，不二将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，才勉强把时间线给梳理清楚的。这一段的记载之所以如此混乱，是因为当时江东的割据势力实在太多，拥挤程度堪比春运时坐火车，侧面也能反映出孙策平定江东的艰难。
好了，不废话了，正式开说吧。孙策平江东，首先要搞定的当然是刘繇。为了抵抗袁术的进攻，刘繇布置了一个类似撸啊撸那样的3塔防御体系。一塔，刘繇部将张英守当立，樊能守横江，阻挡袁术军渡江。2塔，薛礼、泽荣守莫宁。3塔，刘繇自己守曲阿。在1塔和2塔之间，刘繇还布置了一个超大型军需库牛渚营。这个防御体系可比马奇诺防线牛逼多了。吴景打了2年，硬是连1塔都没能突破。然而孙策来了以后，带着他那几千人如闪电一般攻破了横江和当立，偌大的长江近在眼前。对此吴景简直看懵了，我靠，这就是我的外甥吗？你说都是一家人，我咋就没遗传他的基因呢？看着呆若木鸡的舅舅，孙策表示，舅舅你在这守好粮道就行，进攻的事交给我。随后孙策开始筹划渡江，然而船太少，无法渡江。孙策想要暂停进军，先去搞船。此时孙策的姑姑也在军中，这位也是女中豪杰，知道孙策要暂停进军后，他立刻表示反对，说道，等你搞到船，刘繇已经派水军来了，还打个毛线啊？我看干脆直接拿芦苇编小船凑合渡江得了。孙策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没错，这时候就他妈得拼，哪怕淹死老子也认了，走。于是孙策硬是组织全军坐着芦苇船过了江，对牛渚营发起猛攻，又是一举拿下，缴获物资无数，一口气吃成了大胖子。随后孙策开始进攻2塔，也就是薛礼和泽荣据守的莫宁。莫宁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，但你应该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建业。是的，这座城就是后来的东吴首都，要啃下这样一座大城，孙策肯定没把握啊。然而孙策表示，我就喜欢干没把握的事，这才爽，直接上去就是干。在莫宁南，孙策遇到了守在这里的泽荣，这哥们儿有2大特长，一是修建佛寺，二是杀人放火。虽说在这2方面他很会，可论带兵就是个弟弟了。在孙策的暴锤之下，泽荣大败，闭门不敢出。孙策于是趁胜进攻防守莫宁的薛礼。如果说泽荣是个弟弟，那薛礼就是个胎盘了。人家泽荣守个军营，虽然败了，好歹没丢，他倒好，守着一座坚固大城，居然被孙策直接攻破，本人也落荒而逃，真是服了。就在孙策准备彻底搞定泽荣时，之前被他击败的樊能等人聚拢起来，重新夺取了牛渚营。孙策闻讯，立刻买了个回程卷轴，光速降临，再次大破敌军，一口气俘虏了1万多人。草草招降了这批人后，孙策又骑着自行车拼命赶回去打泽荣。你看给他忙的，正所谓忙中出错。这一次打泽荣期间，孙策大腿被刘建射中，只好回营休养。结果被孙策招降的那批人又趁机反叛了。此时孙策的处境相当危急，如果叛军切断孙策粮道，泽荣再趁机反攻，孙策很可能就要歇菜了。关键时刻，一向不给力的舅舅吴景出手了。眼看外甥这么勇，这么拼，窝囊了半辈子的吴景唤醒了内心久违的热血。谁他妈还没年轻过啊？刹那间，吴景变吴京。一场恶战后，他硬是搞定了全部叛军，牢牢保住了孙策的后勤运输线。眼看舅舅都给力了，孙策自然也不甘落后，他设下计谋，假装自己已经被射死。泽荣信以为真，当即派军队出战，结果中了埋伏，被打得屁滚尿流。孙策趁胜再次把泽荣包围起来。不得不说，泽荣不愧是修佛寺的高手，工程学点满了，修的工事坚固异常，相当难打。孙策看了半天，突然一拍大腿，怎么拿下泽荣？不要这样考虑，应该把思路转过来。我为什么非要拿下泽荣呢？于是孙策调转枪头，直扑刘繇，一路之上攻无不克。连续的胜利并没有冲昏孙策的头脑，他很清楚，比起军事上的胜利，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民心。于是他严厉下令，禁止劫掠，老百姓的鸡狗都不许碰。人民是多么淳朴，孙策只是不害他们，就已经让他们感动得稀里哗啦，纷纷拿着美酒和食物主动慰劳孙策军。刘繇眼看军队打不过孙策，百姓也倒向孙策，绝望之下弃军逃走。孙策顺利进入曲阿，刘繇跑路后，泽荣眼看独木难支，也溜走了。随后
孙策下令刘繇和泽荣的部下和士兵，只要肯过来投降，愿意打仗的我给你仗打，不愿意的我送你回家。命令下达后，很快就有2万多人过来投降。此消彼长之下，刘繇算是彻底没戏唱了。得知孙策搞定了刘繇，袁术先是震惊，后是欢喜。此时此刻，老练的袁术士在开疆扩土的诱惑面前，也终于绷不住了。他顾不得孙策的潜在威胁，直接任命孙策为代理舔寇将军，还教会武警把军队全部塞给了孙策。就这样，孙策正式成为袁术南征军的总司令，坐拥数万军队。此时的他只有20岁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搞定刘繇后，孙策接下来要对付的敌人有2个，分别是盘踞在吴郡的豪强严白虎和朝廷任命的会稽太守王朗。对，就是那位有名的王司徒，岂不美哉？有人建议孙策先打严白虎，毕竟你是要越过严白虎打王朗，被他爆了菊花怎么办？孙策霸气地表示，甭担心，就严白虎那个胸无大志的玩意，哪怕我把王朗爆成渣，他都想不起爆我菊花。说罢，孙策越过严白虎，直接攻打王朗。有人建议王朗只可潜身锁手，构图一时。王朗大呼道：“我身为大汉的官员，当然要保境安民。”随后整兵和孙策对决。按很多人的想法，孙策打王朗能有悬念吗？他孙策要是秒不了王朗，我当场把电脑屏幕吃掉。然而事实是，打了好几次水战，孙策硬是赢不了王朗，被搞得寸步难行。是的，历史和游戏最大的区别是，游戏里就几个人厉害，其他的人都是渣渣，而历史上能留名的人没一个是渣渣，都是很有能力的。好在孙策具备很多年轻人不具备的优点，气盛却不气躁。面对困局，孙策没有一意孤行继续进攻，而是耐心询问长辈的意见。孙策的叔叔孙敬熟悉地理，他建议孙策不要正面硬刚，可以抄小路爆王朗的菊花。孙策果断采纳，一边设置疑兵吸引王朗注意力，一边亲自率军突入王朗后方，果然一举击败王朗，把会稽给平了。此时的孙策眼看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自然就动起了脱离袁术的心思。跟着你袁术这样的重治，怎么能平定天下呢？还是我自己单干比较好。可是要背叛袁术，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吧，不然岂不是变成小凤仙了？正当孙策思考之时，一件大事发生了，袁术居然称帝了。孙策一拍脑门，我靠，这可真是上公交看见空座，想睡觉摸到枕头，齐活了。于是孙策立刻写信把袁术痛骂一顿，随后正式脱离了袁术。孙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背叛，然而不论当时还是后世的人都不会因此怪罪孙策，反而觉得孙策干的简直太他妈漂亮。这完全是因为孙策把背叛袁术的时机和理由选得太好了，以至于背叛都能被人家完成正义。你不服不行啊！可能有人会觉得这袁术也太傻了吧，明明知道孙策恨他，野心又大，他怎么就敢直接称帝，送给孙策一个背叛的理由？其实啊，袁术当然不是傻子，他之所以敢称帝，是因为他认定孙策无法背叛他。别忘了，孙策的军队里有一大部分是当初吴景带的军队，这可都是袁术的军队啊。袁术就觉得你孙策手下有一大部分军队都是我的，你敢叛变吗？你不怕这些兵反了你？然而事实是，孙策宣布脱离袁术后，那些军队没反，反而是袁术这边的武警反了，屁颠颠跑去投奔孙策了。我估计袁术知道以后都要气吐血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孙策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接收武警的军队后，孙策马上就开始玩了一招绝的，拆散加赠送。是的，根据史书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孙策接收吴景的军队后，就开始把这支部队慢慢拆散，然后一批一批送给自己的部下。如此一来，这支军队很快就被孙策给吃干抹净了，连骨头都没给袁术留。说到这，我已经觉得有些不寒而栗了。孙策这个人的心机，真的只能用恐怖来形容。再想想，此时的孙策只有22岁，我就觉得更恐怖了。你呢？感受到孙策的压迫了吗？感受到的朋友就把1打在公屏上吧。
公元197年，控制朝廷的曹操派人带着汉献帝的诏书给孙策，命令孙策和吕布、陈馀一起讨伐袁术。这个陈馀是陈登的堂叔，驻军在广宁海西县。孙策当然知道曹操这是在玩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可是无所谓，人家孙策是个实用主义者，既然打袁术可以抢地盘，对自己有利，那听你曹操的命令又如何？于是孙策向使者讨要了一个代理明汉将军的职务后，就率领部队出发去和吕布、陈馀会合。没想到这个陈馀没憋好屁，居然想背刺盟友。他派人秘密渡江，联络之前差点搞死孙策的祖囊以及严白虎等江东豪强，准备等孙策率军在外时爆他的菊花。遗憾的是，老陈的能力和他堂侄陈登比实在差得太远，连保密工作都做不好。孙策走在半路，居然获知了陈馀的计划。孙策于是派吕范率军攻打陈馀，自己带兵去剿灭严白虎等人。结果陈馀那边不堪一击，被打得屁滚尿流，丢下老婆孩子，狼狈逃走。孙策这边在轻松剿灭了一些小豪强后，把严虎团团包围起来。严白虎知道凭他的本事跟孙策打，那是拿酒瓶子当板凳作死，于是他一边坚守不战，一边派弟弟严虞向孙策求和。这个严虞号称严白虎军第一勇士，孙策对他很感兴趣，就答应了。两人见面后刚聊了没一会儿，孙策突然抽刀砍了一下席子，严虞吓得浑身发抖。孙策大笑道：听说你敏捷度点满了，能坐着跳起来，所以就想试试，别在意，纯粹逗你玩。严虞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擦擦汗，说道：见笑了，我刚才那是身体自然反应。孙策一看，所谓第一勇士就这个德行，大失所望，表示不行，您今天必须给我表演一下坐着跳起来。严虞表示不行，这个我是真不会。孙策表示别谦虚了，说罢他抓起手戟对着严虞就扔了过去，严虞大叫一声，当场毙命。孙策表示哦，原来不是谦虚啊，是真不会啊。严虞死后，严白虎全军士气崩溃，很快就被孙策攻破了。严白虎逃到许昭那里，程普请求进攻许昭。孙策说道：许昭对旧军讲义气，对老友讲诚信，这是大丈夫，我不想打。于是孙策转头攻打东野，屠之。严白虎听说后吓得肝胆俱裂，只好出来投降，最后还是被孙策杀掉了。下面我简单说一下个人看法。就汉末三国时代来说，如果史书明确记载了某人屠了某个地方，指的是他攻破了某地，并且诛杀了很多人。如果在屠字之后还有其他惨烈描述，这种情况就属于大规模屠杀了百姓。如果只有屠字，那一般来说指的就是攻破此地后诛杀了很多人，应该是以残军和俘虏为主，至于普通百姓，大概率也是会受到一定波及的。孙策这次屠东野属于第二种情况，这和孙策之前攻打刘繇时秋毫无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虽说孙策一生就屠过这一次，但也可见作为一个古代统治者，孙策并没有摆脱局限性和残酷的一面。公元198年，孙策开始了新一轮军事行动，他把袁术的势力赶出了丹阳，又先后击败并抓获了祖囊和太史慈。祖囊以为自己这次死定了，对着孙策疯狂磕头，没想到孙策却笑道：你小子过去差点要搞死我，但我这个人不记仇，只要有才的人我通通都用，对天下人我都这样，不差你一个。说罢他解除了祖囊的枷锁，让他负责治安工作。至于太史慈，大家就很熟悉了，这人之前也一再和孙策作对，还跟孙策单挑过。孙策对太史慈说：如果你当时把我抓住了，会怎么处置我？太史慈实诚地表示说不准。孙策大笑道：从今以后你就跟我一起吧。当时刘繇已经病死，他的部下1万多人无所依附，孙策于是派太史慈前去安抚。孙策身边的人都说他这一去肯定不会回来了，孙策却信心满满地表示除了我谁还配拥有他。后来太史慈果然如期而还。
公元1999年，穷途末路的袁术病死，袁术部下带着大量士兵和财宝去投奔孙策，没想到半路被庐江太守刘勋给截胡了。这一下刘勋算是飞了。孙策知道后当然很不爽，就计划搞掉刘勋。这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之前被盟友背刺那事儿，顿时计上心来，嘿嘿，老子也玩一把背刺盟友。于是他送上礼物，表示希望可以和刘勋一起去攻打上辽的豪强。刘勋接到礼物后很高兴，又眼馋上辽的富庶，也没过脑子就答应了。等刘勋出兵后，孙策立刻发动背刺，一举掏了刘勋老窝。刘勋只好跑去投奔了曹操。搞定刘勋后，袁术的家人都落在了孙策手里。看着瑟瑟发抖的袁术家人，孙策想到5年前自己还在袁术那打工，如今他强大了，袁术却挂了，真是世事难料啊。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恨袁术，反而觉得袁术好歹也算帮过自己，还是回报一下吧。于是孙策把袁术的家人供养了起来。后来袁术的儿子在吴国当了官，袁术的女儿嫁给了孙权，袁术的孙女嫁给了孙权的儿子。袁术后代的结局比起袁绍可以说是相当好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世有名的美女大乔，在正史上记载为大乔，她就是这个时候跟的孙策。和大家印象中不同，大乔是被孙策俘虏的，而且只是被孙策纳为小妾。然后孙策就把大乔送回吴郡，之后孙策继续忙于征战，4个月后就死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孙策和大乔根本就不熟，甚至可能连那事都没干过。孙策背刺刘勋时，黄祖曾经派儿子黄涉来救援，结果被孙策打败。孙策表示，黄祖，你要是不派人来，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你。好吧，现在是该报杀父之仇的时候了。于是孙策亲率精锐军队进攻黄祖，刘表也急忙派出军队支援，双方展开一场史诗级别的大决战。最终孙策大获全胜，刘表军被斩首2万多，淹死1万多，孙策缴获6000多艘战船，财物堆积如山。黄祖只身逃走，他的老婆孩子共7人被孙策抓获。战后孙策仰天长啸，老爸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公元200年，孙策进攻豫章，华歆举城投降，自此孙策基本统一江东，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这一年的他年仅25岁。得知孙策平定江东后，曹操大呼道，这条疯狗不好对付啊。是的，不用怀疑，这就是曹操的原话。从曹操的态度就能看出，此时的孙策究竟有多么风光。然而谁能想到，这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。实话实说，如今的孙策已经没必要再努力了，他完全可以依靠长江天险布置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，然后讨好江东豪强，接着就可以窝在江东舒舒服服当一个土皇帝了。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爽，谁不羡慕啊？然而孙策没有一点儿停下脚步的意思，因为他要的不是割据一方，而是平定天下。做土皇帝，我呸，没出息，那是老子的性格吗？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，孙策一直在干一件事，打压豪强。不得不说，孙策所拥有的那份远超他年龄的见识真的太恐怖了。年纪轻轻的孙策已然看到了最核心的问题，好好的大汉帝国究竟为何会衰落？这一切都跟豪强脱不了关系，是他们仗着强大的财力和武力不断吞并土地，把无数的自耕农变成失去自由的佃农，同时他们还隐瞒人口，不给国家交税。如此一来，国家的财力越来越弱，只能对自耕农进一步加税，百姓越来越困苦，最终狼烟四起，民不聊生。既然看到了问题的根源，那我孙策就要去解决它，哪怕这条路充满危险，满是荆棘。于是他开始疯狂打压豪强，甚至直接辣手诛杀，效果固然显著，却也让越来越多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。察觉到危险的孙策依然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刀锋，年纪轻轻的他却比任何人都明白生命的短暂，他想要多走几步，多走几步。然而他终究还是没能继续走下去。公元200年，年仅25岁的孙策走向了人生的终点。此时的孙策
刚刚计划好趁着曹操和袁绍对峙，率军偷袭许都，迎回汉献帝，从而迈出平定天下最关键的一步。心情很好的他骑着一匹快马，把身边的护卫远远甩在身后。然而他遇到了3个陌生人。孙策问道：你们是干嘛的？对方回答：我们是邯郸的士兵，在这里打猎。孙策听后立刻识破了他们的身份，说道：邯郸的兵我都认识，却不认识你们。是的，这3个人是刺客，是之前被孙策杀掉的豪强许贡的门客。随后孙策搭弓射箭，一出手就干掉了1个人，妥妥的主角风范。这要是小说，接下来的剧情肯定是剩下的2个刺客直接吓得跪地求饶。然而现实永远比小说要离谱，因为它没有规律，也没有主角光环。2个刺客确实被孙策吓到了，但他们没有求饶，而是举起弓一顿乱射。更扯淡的是，这么一通毫无技术含量的乱射，真就把孙策射成了重伤。虽然孙策的护卫随后赶到，杀死了刺客，但孙策也已经没法抢救了。平定江东的一代霸主，竟以如此莫名其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人间。临终前，孙策选中弟弟孙权作为继承人，并托孤于张昭。他对张昭说道：张叔叔啊，如果孙权不行，你就废了他，自己干吧。如果实在支撑不下去，就散摊子吧。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可见临终前的孙策心境有多么绝望。随后孙策又对孙权说道：弟弟啊，咱俩各弄各的，论带兵打仗争霸天下，你得管我叫哥，但是论举贤任能，保卫江东，我得管你叫哥。这番话既有对孙权的肯定和鼓励，也有对江东政权最深的绝望。在孙策看来，自己死后，江东政权想要平定天下，真的是很难的了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孙策觉得孙权能力不够，但是政治人物考虑问题，出发点显然不会是个人能力，而是全局。瓜酱觉得，孙策之所以认为江东政权统一天下的可能很小，是因为他深深的清楚自己死后江东肯定会出乱子。到了那时候，以孙权的年龄和威望，想稳住江东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打压豪强的方针，转而寻求和豪强的合作与共治。这样一来，江东政权获得安稳的可能性很高，然而平定天下的可能性就真的很小了。可以想象，临终前的孙策明知道自己死后局势必然会如此发展，却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，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痛苦，多么绝望。就在这样的绝望与痛苦中，孙策走完了他的一生，年仅25岁。对于孙策，我的评价是，虽然他背叛过，被刺过，滥杀过，但他依然是个好君主，因为他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，以及和年龄完全不匹配的成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为了平定天下，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打压豪强，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一个有理想的人值得我们佩服。很多人喜欢把孙策的死亡归结为他在诛杀豪强这件事上干得太过火。然而看看史料就知道，在汉末三国时代，诛杀豪强这种事很多人都在做。曹操、刘备、袁绍、刘焉、公孙度，他们也诛杀豪强，论程度也并不比孙策轻太多。然而他们都没有被刺杀，唯独孙策被刺杀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出门带保镖啊。论能力，孙策确实够厉害，然而因为太年轻就成功，他没有获得足以匹配其强大能力的心态。他过于自信，相信自己有主角光环，相信自己根本不会死，所以他才会在辣手诛杀豪强的同时，钓鱼不戴头盔，打猎不带保镖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从孙策身上我得到的教训是，即便你拥有了可以轻松打败别人的能力，也要保有防御被别人打败的心态。视频很长，真的非常感谢看到这里的朋友，你们辛苦啦！从这个视频开始，我会努力把各种精彩有趣的故事带给大家。做这种视频真的相当辛苦，拜托大家给个关注和3连支持一下吧，谢谢啦！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！